Hello， 各位观众们，我是老矿战。是的，你们没有看错，老矿又开新系列啦！由于我们的万斯迟迟没有发布他承诺过的第9关 demo， 也没有新的 Q&A 直播问答，搞得老矿无所事事。直到某一天，兔兔提议说做俄语粉丝作系列的统整，老矿觉得可以，然后就去看了看作者 Hate Top 的 Discord 伺服器，结果发现消息多到爆啊！无论是他们公布的图片预告，还是新的 OST， 真的都非常惊艳，并且还超多。尤其是他们的 Q&A 频道，真的是有问必答，特别是关于发布日期的问题。反观，让我们看看某位作者。说回主题，由于俄语系列粉丝做的消息真的非常多，而且他们旗下的游戏还有3款，所以我们这期统整会以游戏分为3部影片哦。内容呢会跟原版一样进行分类，分为预告片及预告图、OST 试听以及分析、制作组 Q&A 3个部分。那么我们就快进入今天的主题——电子玩偶暴动消息统整，来看看哪些消息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哦 ！Let's go！ 首先是我们的预告片及预告图部分，在7月24号时，作者发布了电子玩偶暴动 Act 2的第1支预告片，一起来预览一下吧。Ты даже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шь, на что себя обрек, зайдя в мой мир! Пора ускориться! 然后是来自制作组各个平台官号的图片预告，以及一支新敌人的语音揭露。Наконец-то я свободен. Такой мелкий, такой попробуй еще раз. Убить радости? Нет, о нем я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ю. Если ты сдашься сам, тогда я сделаю твою смерть быстрой. У тебя останутся шашматки.先从预告片开始，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接下来的 Act 2中，我们将面对的是原型体 Lucky， 一副原版梦魇模式版的 Lucky。在 Act 1的区域1到2的过渡那里，我们有见过他。
在这个疑似区域2下半部的场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多楼层的场景。希望我们的小磁铁可以吸到其他楼层比较临近的水晶吧。以及这些四处漂移的叉车，结合混沌顾客的汽车来看，这些叉车100%的是作为陷阱出场的。然后是我们的主角原型体 Lucky， 在 Arcade 2中能看到 Lucky 会用一项新的能力来对付我们——瞬移。瞬移的触发机制就像原版那样，被摄像头照到后会立刻将敌人传送到玩家附近。这可有点难对付了呀！如果摄像头的数量还像区域1那么多，位置还那么阴间的话。其次是 Lucky 的加速，幸好看上去并没有我们玩家快，但坏消息是玩家也是同样开着加速的，这就使得当我们没有保命技能时的容错率非常低，同时还要规避场上那些致命的陷阱。希望这个叉车的运动轨迹是有规律的吧。以及这个跳杀使用的钉棒，老孔感觉这个武器很有可能会时装到游戏内。通过慢放可以发现，好像确实是跳杀用的。那么以上就是 Arcade 2预告的细节解析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2期的语音揭露和预告图，这里来看看这些台词可能会出现在哪个阶段，以及这些预告图给我们透露了什么消息。这句话大概率会是第一次与他见面。这句话透露出2栖动物的体型会非常大，玩家们的体型对他来说是很小的。如果2栖动物是普通敌人的话，这段肯定是被眩晕后说的。如果是首领的话，有点难想象我们用了什么手段对他造成的伤害。这都肯定会在过场动画中出现。至于他提的 Join Q， 我想 Join Q 也会在这款游戏里出场。这都肯定是在没发现玩家的情况下说的。最后这一段感觉同上，如果是追击中的语音，肯定不会这么平淡。如果是首领的话，绝对是在玩家造成伤害并恢复过来后触发的语音。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移到图片预告上，厨房、仓库、监狱还有过廊。虽然这几张场景的风格有些差别，但无疑肯定都属于区域2。之前的预告片我们也看到有部分预览图场景有展示到，很难想象 Arcade 2的区域2下半部究竟有多大啊！这4张的风格与原版的第7关区域3非常相似，都是工厂一样的场地，绝对会是区域3。虽然最后一张给的标语是你有注意到奇怪的地方吗？但老孔仔细的看过几遍之后，依旧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端倪呢？然后是新的人物形象以及新敌人。如果这个就是 Lucky 原型体的形象，那么这2张十有8九就是 Penny 和 Hungry 的原型体形象了。至于这2个新敌人，这个猴子形象的骨架大概率会在工厂风格的区域3出场，因为他的形象显得十分破旧，没有像欢乐帮成员一样套上精致的外套。这样破损又凶残的形象都会在最后一个收集阶段登场，就像原版在区域3开始之前见到梦魇模式的欢乐帮一样。但这个老朋友结合之前的语音揭露，他是首领的几率非常高。从这句虽然你的个子那么小就可以看得出来，一般首领的体型都会比玩家大得多。希望他们的首领战做得比原版精彩吧。在一个猪圈大小的圆形地图绕来绕去，真的非常无聊。以及最后这2张区域1和 Join 的图片，这个地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透露区域1在下个版本会翻修一遍吧。而 Join 就不用猜测，因为场景有限，属实猜不出来会在哪里。那么以上就是预告片及预告图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试听一下所有新的 OST 吧。
initiated. Repeat, self-destruct sequence has been initiated. Repeat, self-destruct sequence has been initiated. Repeat, self-destruct sequence has been initiated. Repeat, self-destruct sequence has以上就是全部的新 OST 了。哎，还没着急结束这个阶段哦。既然是游戏内的新 OST， 不妨来一起猜测一下这些曲子会用在之后游戏内的哪个地方哦。首先是归属感最明显的这6首 ，Bury on the Midtown、Meet the Original 和 Advanced World 肯定会是接下来区域的阶段曲和追击曲。前2个应该是配套到区域2，后者根据曲名再结合区域3的场景风格，无疑就是区域3的阶段曲。It's Lucky Time 时间偏长。节奏虽然激烈，但有前奏，肯定会是首领战音乐，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场。Climax of Joy 还是那个熟悉的自毁系统一启动，绝对是逃亡阶段的曲子，而且说不定也会用这个曲子用在最后的首领战。Kitchen 一定会是区域2下半部的秘密房间曲子，就像上半部的秘密房间那样，都是偏轻松的风格。然后是 Bad Guy， 根据曲名可能会像区域1到2的解谜转场，解开谜题后初次见到猴子骨架，然后开启区域3的收集。Pig Panic 的话，我想应该会是首次看到 Hungry 厨房的动画吧，让 Hungry 先为我们展示厨艺，然后说着说着就有把我做食材，最后动画结束，开始追击与收集。至于这首 Hungry's Show， 既不像首领战曲，也不像阶段追击，唯二的可能一个是 Hungry 的角色曲，另一个是像区域1的这个 Lucky 服务生的小范围氛围音乐。不知道各位对这些曲目有什么更合适的猜测呢？那么好的，各位观众们，接下来请跟随老狂的脚步进入本片的最后一个环节——制作组 Q&A 吧，我们走。欢迎来到制作组 Q&A。在开始前，先跟各位说明一下，这款游戏相关的问题，我们从4月问答频道创建开始，一直统整到今年的11月13号，总共28个问题。如果算上全部3款游戏的话，一共是54个。俄语黑暗轨迹粉丝做的 Q&A 都是会一一实现的哦，更不会向大家夸夸其谈的画大饼。相比之下，我们的某位微信大哥，好了，不说笑了，让我们看向电子玩偶暴动的第一个问题吧。第一问，原型体 Lucky 会制造像战锤巨人那样的武器吗？作者回答说会的。试问里的战锤巨人是进击的巨人里面的那个。由于我并不熟悉这部作品，所以我稍微查找了关于他的资料，发现他是一个能够快速制造出各种武器的角色。其实这完全不奇怪，通过 ACT 1的秘密文件语音，我们可以得知 Lucky 的本体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存在，甚至整个欢乐帮都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创造出来的。Я недавно разработал новую банду клонов Joy Joy Gang,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работать лучше и будут мне подчиняться. Они будут встречать смертных и навевать им чувств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адости. Но потом они разберутся с смертными как положено. 这样看来，他确实很擅长搞开发，不知道他还会开发出怎样的武器来对付我们呢？
下一问，原型体 Penny 会有 Hungry 的厨房那样属于自己的游戏阶段吗？作者讲游戏阶段没有，他的位置有。Penny 怪可怜的，欢乐帮成员除了他都有自己的游戏阶段，不光没有自己的游戏阶段，而且连生活上……幸好在这关还有他自己的地位，希望后面会有跟 Lucky 一样亮眼的表现哦。第3问，除了钉棒，原型体 Lucky 还能做出别的武器吗？比如像枪这样的远程武器？不会用枪来崩我们，因为那样会玩不下去。但要是可以，他可以制造任何武器。好在没有枪这种武器啊！如果是一击毙命的那种枪，肯定是毁平衡的。我们平时很少能看着怪物倒跑，要是他还有远程秒杀的能力，那估计这个同人的难度会直线上升。毕竟看看原版的 Dry Kill， 他的小极光就是这样一击毙命的远程攻击，但是这个小极光的准度和速度都是难以躲避的。如果这样的敌人出现在收集阶段，那也会成为一个大麻烦。第4问，所有的原型体欢乐帮成员都有不同的追击曲，这些曲子是根据先来后到的覆盖，还是共享 Meet 的 Original？ 只有原型体 Lucky 才会有 Meet 的 Original， 剩下的是其他曲子。看来之前的 OST 推测有点偏差，既然这首曲子是原型体 Lucky 的，莫非还有其他未公布的 OST？ 第5问，JoinQ 会是俄语欢乐帮的首领吗？或是你有什么新想法吗？如果有，他只有一个还是还有其他首领？我认为 JoinQ 是否作为首领是一个惊喜。也许会有人猜到它的本质是什么，但是的 ，JoinQ 不会孤军奋战。妈耶，难道说我们可以在这款粉丝作里看到多个 JoinQ 同时登场了？希望不会真的作为首领与我们见面吧。第6问 ，Act 2没有 JoinQ 对吧？我猜他会在 Act 3登场，没错。第7问，马拉克会在 Act 3中登场吗？作者说，在欢乐帮中，他可能会出现在最后，但不会是作为一个在你逃跑时追击你的敌人。在混沌顾客中则不会出现。这么说，感觉俄语粉丝作像是一个黑眼可见的平行宇宙。在这里的马拉克对于关卡内并没有太多干涉，因为手下们实在是太能干了。就拿欢乐帮举例，在 Act 1搜到的秘密文件就可以知道，原型体 Lucky 比原游戏的 Lucky 强太多了。在这里的其他欢乐帮成员都是原型体 Lucky 开发出来的，而且从预告片还可以看得出来，他还会用其他的武器来追击并干掉玩家。这么一看，马拉克可以去当手下的手下了。第8问，原型体 Hungry 和 Penny 有什么样的新能力？我对他们在区域2的第1部分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展现不出区域1的能力。之后你会看到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区域2第1部分的敌人是克隆体，这才叫克隆体与本体之间的差距嘛。看看原本那些所谓的克隆体与本体的区别。第9问，区域1的敌人也是克隆体吗？如果是，为啥他们没在区域2第1部分保留这些能力？作者回答说，平衡难度还需要些时间，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跟 Act 2的发布一起实现。但我个人而言，我想让 Act 1变得更好、更难一些。变得更好已经实现了，这张预告图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难度就必要变得更难了吧？对于我们新手玩家来说，没有偷懒打法的话，真的好难通关，特别是旧版会重置水晶树的独挡机制。第10问，现在3款粉丝作哪个是你做的最大的？我认为是欢乐帮那关，还有俄语护士粉丝作实际上有4个区域。认真说的话，欢乐帮还是3个区域。虽然区域2是分为了上半部和下半部，至于护士粉丝作的4个区域，如果磁铁还是老样子的话，绝对会又是一个高门槛难度的粉丝作。第11问，在电子玩偶暴动的后2个 Act 会出现骨架吗？ Act 2没有，但 Act 3中会有更多的敌人。莫非这个猴子骨架敌人也不止一个？或是说我们会在 Act 3面对 Act 1过渡里看到的克隆体军团？如果还要同时面对3位原型体的话，光听上去就觉得很难。第12问，欢乐帮的区域2下半部和混沌顾客的区域2相比哪个大？电子玩偶暴动区域2下半部目前是我们游戏中地图最大的区域，除非 Act 3发布。哇，俄语欢乐帮的区域2下半部分地图居然会是所有俄语同人中最大的一个区域吗？区域1的地图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属于开着地图都容易跑进死路的类型。无地图无伤挑战，坐牢预备。不过地图大点也好，官方的那个欢乐帮地图大小在第4章发布之前被吹得很大，但是结果实际大小却令人失望。感觉俄语同人的作者是在竭力还原当时官方宣传的难度了。第13问，原型体 Lucky 的追击速度比玩家的跑步速度快吗？作者说比玩家快。这里指的应该是非加速状态，也就是普通追击我们的速度比玩家快啊！难怪每次被 Lucky 追了，除非手握眩晕或隐身，否则就很难甩开呢。这下看来，在 Act 2和3的游戏中，我们必须尽量不让 Lucky 发现我们，不然会很麻烦的。虽然被他抓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是吧？嘿嘿。
第14问，在你们的3款粉丝作中，你们觉得哪个最难？在这里呢，团队的3位作者投给了欢乐帮。欢乐帮居然是俄语系列最难的一个啊！作为一个欢乐帮的死忠粉，我还说在全部内容发布之后，将我的无地图单加速眩晕无伤挑战接着打下去呢。就目前 Act 1的难度来说，这个挑战就已经相当折磨人了。我当时也是熬了很久，如果后续的 Act 2和3难度更高的话，可能我的头发真的要掉光了。希望它后面的内容还是能使用单加速和眩晕突破的吧。第15问，除了预告片的内容，原型体 Lucky 是否会有更多的能力？原型体 Lucky 会有更多的能力，会在 Act 2的开头和 Act 3的结尾展示，并且克隆体不会有新的能力。天哪 ，Lucky 本体居然还会有新的能力吗？众所周知，俄语欢乐帮2个公开的版本，也就是 2.0.0 和 2.1.1 中 ，Lucky 都是最棘手的一个敌人。他速度上的绝对优势已经注定了他在目前整个欢乐帮中的强大，也是我在打无伤和做挑战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不过第1阶段的 Lucky 虽然让游戏整体难度升高，却不是无法应对的，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平衡状态。但是如果他还真的要有新能力的话，恐怕俄语欢乐帮的后续部分才会是真正的噩梦。第16问，欢乐帮的 Act 2完成多少了？会在什么时候发布？今年不会发布。混沌顾客 Act 1是我们今年发布的最后一款粉丝作，因为临近开学，开发时间也会相对减少。开发团队中的几位作者居然还是学生啊，而且游戏质量还这么好，不敢想象如果团队成员都是像尼克松那样时间非常充裕的游戏开发人员，游戏发布速度会有多快多惊艳。第17问，你最期待混沌顾客和俄语护士粉丝作中的哪个阶段？作者说，老实说，我最看好欢乐帮的逃亡阶段，因为我已经构思出了它史诗级别的构造。混沌顾客和护士是不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逃亡阶段，但没有欢乐帮那么精彩。也许在3款游戏完结后的未来会证明我是错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么一说，我真的期待起来了。之前在官方的第4章还没发布的时候，我们都根据欢乐帮的逃脱音乐推测这关的逃离会很刺激，但在第4章正式出台后，欢乐帮的逃脱阶段反而是最令人大失所望的那一个，给人感觉真的在浪费那么优秀的逃脱音乐。那么俄语同人的作者也已经发布了中场自毁倒计时的 OST， 感觉比官方的压迫感还要强啊！而且目前看来，俄语欢乐帮是绝对会在逃亡阶段给我们一个大惊喜的。第18问，基于原版你会获得上一关怪物的能力，在你们的混沌顾客中，我们是从原型体 Lucky 那里获得的降温猛冲吗？没错，而且你也会在欢乐帮粉丝作中使用它，你可以在菜单中选择是否开启使用它。还有，降温猛冲并不是我们想象出的最后一个技能。根据混沌顾客的实际游玩体验看到的技能效果，被冲到的怪物会被眩晕，而且期间可以使用3次。不过我们面对原型体 Lucky 它也会有3段冲吧，而且技能效果还有眩晕。希望不会跟护士那样不给玩家解除眩晕的缓冲时间吧？要是这样的话，被冲到必死无疑。更不用说场上还有其他多技能的敌人了。第19问，你最喜欢你们哪款粉丝做的剧情？作者回答：就我而言，我最喜欢原型体 Lucky 的个性、故事和能力等等。他对我来说还像个婴孩。我知道他本是万斯创造的角色，但是我还是非常爱他。当你去塑造角色的时候，你往往会被他着迷。这个确实，虽然没有开发过游戏，但是我作为一个15年文手，最深的感触就是在创作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会去体会他的喜怒哀乐，渐渐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他愈发喜爱。我想这方面上作者和我是一样的。另外，俄语欢乐帮的 Lucky 本体性格真的很丰富，相比于原版来说，他是个更加强大也更有趣的存在。或许在游戏全部更新之后，我会考虑出一个俄语 Lucky 本体的性格分析视频。第20问，你们的3款粉丝作主要是混沌顾客，它会有多结局吗？区域2在 Act 2中会有什么改变吗？欢乐帮有3个结局，混沌顾客应该有2个，我认为会有一些变化。真可以当平行宇宙看了啊！连一个小关卡都有多结局，而且还多达3个。各位不妨来猜测一下电子玩偶暴动的结局哦。目前看来肯定会有一个结局是道格顺利的逃脱了这关噩梦，不然肯定不会有混沌顾客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剩下的2个结局会是什么发展呢？真是越来越期待后续的剧情发展了。第21问，混沌顾客区域2中暗示的 Lucky 无人机会成为欢乐帮粉丝做的陷阱吗？不会。第22问，欢乐帮的另外2个原型体成员对自己的克隆体会跟 Lucky 有不同的看法吗？对。从区域2的开头剧情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Lucky 对于自己的克隆体完全是一副老板看下属的感觉，一种无脑服从、没有任何质疑的手下。
Я, как истинный оригинал, и который уже вас буквально во всем, имею обязанность следить за вами, а вы по своей ж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разрабатываете других таких же весельчаков. И примечание. Я искренне не желаю видеть кислые или похуические лица. И, в общем, не желаю видеть какое-либо отвращение, злость, печаль, депрессию и так далее. Сквер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аботе. А иначе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посчитать вас не очень счастливыми и отправить вас на утилизацию. Если у вас нет возражений, тогда желаю удачной работы над нашими проектами и клонами. 至于 Hungry 和 Penny 的话 ，Hungry 可能会把克隆体当厨师助手，像是洗盘子啊、端食材啊之类的后厨杂活都让克隆体做。Penny 的话，如果还像原版所说的小病娇性格，可能会跟克隆体玩到一起，就跟好姐妹、好闺蜜一样。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平行宇宙的欢乐帮本体与克隆体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第23问：欢乐帮的逃亡阶段场景时间会有视觉变化吗？有的。好家伙，我们这是在城堡里闯了多久？从开头的白天一直闯到黑，很期待呀！这还是第一次能看到关卡场景有时间上的变化。第24问：欢乐帮粉丝座中每个玩偶都有自己的骨架吗？没错。要是没有骨架的话，只有皮套，那不就成熊妈妈了？第25问：欢乐帮粉丝座这张预告图是区域2还是区域3？区域3。哎嘿，老邝猜对了。希望这个场景大小可以对得起玩家们在原版第7关区域3的期待哦。原版区域3真的是一言难尽，再加上那个磁铁，没过多长时间就结束了。第26问：我们会在 Arcade 2中见到两栖动物吗？可能吧。看不到两栖动物本体也没关系，能看到像原版第4关那样的暗示也满足了。但肯定体型绝对不会小。第27问：在1至10这个范围，你会给欢乐帮粉丝做的难度评几分？作者说，我认为8.5。虽然威哥经常吹自己的游戏的难度很难，并且是史诗级的，但最后嘛。不过俄语黑暗轨迹粉丝做的难度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希望到时候的在座各位可以顺利通关，见证这款黑暗轨迹粉丝做的史诗级流程吧。最后一问：两栖动物是单一实体还是有克隆体？它没有克隆体。没有克隆体，体型巨大，不认识就应 Q， 感觉两栖动物是首领的概率越来越高了。很期待到时候两栖动物是怎么跟我们见面的，肯定会相当震撼。好喽，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期俄语黑暗轨迹粉丝座电子玩偶暴动的所有消息统整喽。呀，好想穿越到明年玩上 Arcade 2啊！而且游戏性比原版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各种五花八门的敌人，均衡的技能强度。以及比原本更大更好的场景，不能说了，再说的话怕是要被拉黑了。哦，对了，影片最后不要忘记点个订阅加喜欢，支持一下老狂哦。这个系列还有2部同整影片，不要错过哦。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拜拜。